想要融入到新的环境里面，大家聊天，但是呢，大家都会句点他，或是哈哈他，或是聊了一些话题之后呢，结果大家觉得没有共鸣，就朝下一个话题去聊下去了。希望在工作当中跟大家的互动是融洽的，该怎么办？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回到马克凡的生活 CEO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讨论的东西啊，叫做如何在团体当中呢，去跟大家互动聊天。那我可以先丢几个观念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你要先明白，大家去公司上班是为了要工作，也就是说呢，你讲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呢，其实主管也会不开心。所以啊，要记住一件事情，虽然你是要跟旁边的人互动变得更好，但是关注重点还是在于你的工作表现要好。大家总是不喜欢跟一个会拖你下水的人一起工作吧，所以我不希望大家矫枉过正，为了要跟同事聊天炒热气氛，其实这样子啊，你反而是最容易被开除的那一个人。不论你是在工作或者在学校当中，你要聊天，其实你要累积的叫做谈话资本，简称会叫做谈资。最大的原因是因为，如果今天你脑袋没有东西，你要怎么跟人家聊天呢？这很困难。那你在职场当中，你要怎么跟人家聊天呢？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可以帮助你工作变更好的事情，你最好跟人家切入到里面去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的工作需要大量的 Excel 去做帮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去找一些 Excel 的简单的一些小技巧，可以帮助你呢，当你的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过去跟他讲说，这样子呢可以做得更好，我跟你分享这样的模式。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去看一些书籍，去跟大家去做分享说，最近你可能看了什么的书，然后呢可以怎么拿到工作上面去做使用。如果今天你每天都掌握在工作上面的话，可能大家会想说，跟你聊天都聊工作很无聊，毕竟有一些人他喜欢的就是聊一些生活。所以呢，我的掌握程度是这样子，大概啊，你要掌握60%是跟工作有关的事情，掌握40%是跟生活有关的谈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公司环境、你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年轻的，那你要多去了解一下说，目前年轻的世代当中，他们可能会看些什么节目，看些什么东西，这去累积一些谈资。但是你不需要去迎合他们，因为啊，每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去累积你的兴趣。这时候讲到第3个关键词，也就是累积你的兴趣。很多的谈资是来自于你的兴趣。如果今天你没有做菜，那你怎么会知道做菜有什么谈资可以谈呢？如果今天你没有打球，你要怎么知道打球里面有什么谈资可以谈呢？很多人谈资不够强的2个原因之一，一是不够专业，第二是兴趣不够多。当你今天你在职场上面，你想要有好的谈资的时候，首先你必须要把你专业的谈资给累积出来。那如果说你希望让人家觉得你是比较有魅力、比较有生活风格的人的话呢，那你应该去累积很多你生活上面的小兴趣。什么叫做生活上面的小兴趣？那就是你针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有没有你独特的观点。举例来讲，如果今天你对吃非常有研究，那你可以讲出为什么 A 牛排跟 B 牛排的差别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谈资。或者是假设说你今天有同事想要买笔电，你可以帮他讲出说不同品牌的笔电它的优势在哪里，劣势在哪里，你怎么去做使用。这个时候啊，你的谈资也是足够的。所以真正的关键并不在于你谈什么内容，而是你谈的内容能不能有你自己的观点。在工作当中也是，工作当中的谈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论点在这里面，生活当中的谈资你必须要有你的兴趣、你自己的论点在里面。千万不要因为谁谈了些什么，你觉得他这样子谈好像很有帮助，你也去模仿他、学习他，这是不对的。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聊天，是因为他没有专业，且没有生活兴趣，且没有自己的观点。所以啊，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专业、生活兴趣以及自我观点组合起来，才会变成一个有利于你面对跟别人互动时候的谈资。不要害怕谈话，当你还很浅薄的时候啊，你谈话别人的确可能会句点你，那是因为你谈的东西太浅了。当你谈话呢，如果越来越深了之后呢，大家就会想要跟你询问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到，其实你的谈话资本已经越来越高了。最后啊，我还是要常讲我的频道一定会讲的事情，就是知道跟做到之间的差距呢，在于每天的好好的执行跟努力练习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，关键思维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